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你们的月涵姐姐。看到我手中的琵琶，是不是分外的想念呢？今天呀，我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手中的这把四弦琵琶。首先，我来介绍一下琵琶的构造。我现在手中握着的是弦轴，它一般是用来调节我们琵琶的音调与音响效果。从我手中白色的部分，它是相，我们一般低音区都在这边演奏，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六相。我们平时说的六相就指的是我手中的白色的部分。接下来从这里到最后一个，我们叫它为品。我们平时在按弦的时候，主要就是依靠相与品来为我们规定琵琶的基本的一些音名与音调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子弦。我们说子弦就是最细的这根弦，也就是一弦。我现在来弹奏一下。第二根弦我们叫中弦，就是二弦。第三根弦我们叫老弦。第四根弦我们叫缠弦。由这四根弦构成了我们琵琶的所有弦。我们琵琶虽然弦很少，但它组合出来会发生非常美妙的音乐与效果。那这四根弦是一根比一根粗，然后在音响上面，我们刚刚听到也会有一些不一样。以后我会带大家慢慢学习。现在我手中抚摸的这个是琵琶的板面，我们平时也叫面板。那么它就是用木头芯而制作的。我们平时发音主要就是通过板面内部而传出来。现在我手中指的地方是副手，用它与琴轴来连接整个的琵琶，形成了完整的一套弦。那么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琵琶的背板。那么它一般来说，琵琶都会有红木或者是紫檀木木头而制的，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乐器的一个特色。它作为传统乐器的一个弹拨乐器代表，那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很漂亮的。那么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手中的指甲的一个戴法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琵琶在秦朝的时候就是开始用去假指甲去弹，那么这样的话声音和效果都会非常的好。我先为大家演示一下。我们以大指来做示范，我今天演示食指和大指这两个指甲。首先呀，我们选用一种医用胶布，或者是肉色的这样的一种胶布，然后我们把指甲这样拿开，然后再将胶布的宽度正好贴在指甲的最下方，将胶布头这样粘在这儿，然后呢，依照我们手的一个形状，然后我们把它轻轻的覆盖在上面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食指来帮助它携带。一般来说，它大指的设计这一个地方会有一块突出的地方，我们大概带到这个位置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它缠起来，将它缠成一个圈。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，我们大指，因为我们大指是会有一块突出的地方，我们尽量的将大指稍微靠左带，形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因为这样我们以后会有挑弦，它方便我们做挑的这个动作，它正好凸出来，可以方便我们做挑的这个动作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食指的戴法。同样我先把这个胶布摘下来。食指与大指是一样的，同样我们用胶布的宽度
与这个指甲的底部紧紧的结合起来，然后就是形成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将它覆盖在手指甲上，我们大概这个指甲留出1/3的空隙去携带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手指甲与这个指甲是这个整个指甲的1/3。好，我们用中指帮助它，我们先缠起来。一般胶布的长度，我们可以缠2圈到3圈之间都是可以的。那么大家看到了，我的这个假的指甲是比我的真的指甲是要长出一些的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长很多，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就可以，这样方便我们平时做弹这个动作，这样我们弹出来的声音也会是最好的。其他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指与食指的戴法是一样的，我们大概都留出指甲1/3的位置。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大家回去记得练习怎么缠假指甲哦。我们下回见吧。